本期要对比的设备是小米14 Ultra 和索尼的 RX100 M7，一台是旗舰的手机，一台是旗舰的卡片相机。那如今的智能手机已经把 MP3、MP4 这种数码设备的市场都快蚕食没了，而且它也在大量蚕食着卡片数码相机的市场。那手机有这个实力能替代卡片数码相机吗？本期就用这两台设备对比一下。欢迎收看 ZPH， 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，尤其是加关注啊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。每期测试前呢都有摄影环节，我都会瞎拍些照片，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。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看完前面的照片，不要只琢磨是哪台设备拍的。摄影环节的照片啊，是台设备就能拍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用来摄影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哦。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小米14 Ultra 后摄4颗镜头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啊，没有光学变焦。主摄超广角 3.2 倍的中长焦和5倍的长焦。那索尼黑卡那边呢，就是一颗光学变焦镜头，24到200焦段的变焦，光圈是28到45，它也不是恒定光圈啊。虽然说这颗镜头相对于它的机身来说已经很大了，但它依然无法做到恒定光圈。对比呢，先从主摄开始，当然这个主摄超广角、长焦什么的说的是手机。那黑卡7那边呢，就一颗镜头，24到200的光学变焦镜头。有效像素虽然说是小米看起来更高，5000万像素，但是别小看黑卡7那边的2000万像素啊，后边你们能看到它的解析力有多么的恐怖。小米的主摄也有可变光圈，而且它的焦段呢是24焦段，正好和黑卡7的最广焦段24是一样的。样片对比前，先解决一个问题，咱们先看看黑卡7这台相机的光学素质怎么样，在不同光圈下它的表现是否一致。首先呢是24焦段 2.8 的光圈跟 F4 的光圈对比，可以看到它们的解析力非常的接近啊。再把光圈收缩一些，现在是 F2.8 跟 F5.6 的对比，可以看到解析力依然是非常的一致。就算把光圈缩到了 F8， 它依然跟最大光圈 F2.8 的解析力一模一样啊，可以说黑卡7镜头的光学素质做得非常的优秀，这在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的。作为一台数码卡片相机，还是变焦镜头，能做到这样的程度非常了得。小米14 Ultra 在不同光圈下的成像表现，之前我们也测试过，它在不同光圈下的解析力呢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，很一致。当然了，它是定焦镜头，它做到这一点呢是应该的。那现在就是小米跟黑卡7在24焦段下的对比了，也就是主摄方面的对比。老观众有没有发现，黑卡7这边的成像色彩跟索尼手机的成像色彩也是非常一致的？中心解析力方面吧，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在默认模式下，小米这边输出的是1200万像素，黑卡7那边是2000万像素啊，这可以理解。再看一组24焦段的对比，小米这边的色彩还是很好看的。那索尼那边的色彩呢？没错啊，就是跟索尼手机的色彩非常的接近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颜色呢？喜欢小米的打1，喜欢索尼的打2。中心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，依然是黑卡7的表现更优秀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呢，这看的可是整个镜组的制造成本啊。
小米这边的表现肯定是不错的啊，之前就已经看过了。而黑卡7那边呢，在开始下降的范围方面呢，是比小米大一些的。但是作为一颗变焦镜头，它的最广焦段有如此的边角画质表现，也是非常厉害的了。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，我很惊叹这台黑卡7的镜组光学质量。普通模式小米这边的解析力是没有黑卡7强的。那小米主摄的高清模式5000万像素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没想到吧，依旧比不过黑卡7的2000万像素的解析力。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再比一组，小米的5000万像素对比黑卡7的2000万像素，解析力就是不如黑卡7。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呢，可能有几个啊，一个是镜头本身的分辨率，我相信小米那边镜头的分辨率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感光器学问还是比较大的，它不光是有多少的有效像素，有多少个感光点，这些感光点前面还有滤光片，滤光片的前面还有一个一个的小透镜，这些都是阻碍或者说都是影响成像解析力的因素。不管怎么样吧，黑卡7那边的表现真的是非常惊艳呀。不过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啊，黑卡7这边高光部分就是天空和树枝的分界，跟小米那边不一样，好像树叶变得稀疏了。那么这点呢，咱们宽容度环节再聊。再说超广角，小米14 Ultra 是有一个等效12毫米的超广角的，视角非常宽广。但是黑卡7那边呢，它就没有超广角了，它最广的视角呢就是24。那在拍摄超广角的时候呢，小米这边的优势可就非常大了。现在看的就是小米的12毫米超广角跟黑卡7最广的24超广角的视角对比，可以看到视角差距是非常大的。那么很多场景呢，超广角可以拍摄出视角非常震撼的照片。那在这方面呢，黑卡7就有天生的劣势了啊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再看中长焦镜头，小米这边有一个3.2倍的中长焦镜头，等效焦段是75毫米，还有一个5倍的长焦镜头，等效焦段是120毫米。它们都是定焦镜头啊，没有光学变焦。黑卡7那边呢，还是24到200的光学变焦镜头。对比样片，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，小米的2倍呢是46毫米焦段，它是数码变焦啊，主摄的数码变焦。相对于黑卡7的46毫米呢，解析力肯定是没法跟黑卡7比的。不过就成片的观感上来说嘛，黑卡7的这个场景下拍的有点亮。现在小米是3.2倍镜头的75毫米焦段，虽然说已经是它的光学焦段了，但是跟黑卡7的79毫米比呢，解析力方面还是不行。黑卡7没有用75焦段，用的是79，是因为黑卡7很难精确的控制变焦的焦段。小米的3.2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跟黑卡7的2000万像素比呢，解析力的差距依然是很大的。在之前的测试中就已经说过，小米的这颗3.2倍镜头，它的解析力无论是普通模式还是高清模式表现都很一般。现在是小米的5倍120毫米对比黑卡7的130毫米，解析力的差距依旧是有的啊，黑卡7的表现更好。小米的5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而且在之前的测试中它的表现还不错，但是对比黑卡7130毫米的2000万像素时，解析力依旧是不行啊。而且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小米那边数码处理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。现在是小米10倍240毫米的数码变焦对比黑卡7最远的200毫米变焦的表现，解析力依旧是黑卡7的更好。虽然说黑卡7这边的成像有点发白灰了吧唧的，但是颜色好说啊，一键就可以调整，我都没仔细调整就调了一下自动，所以说颜色亮度什么的这些都好说，关键的硬实力呢还得看解析力。最后一组对比就是小米的30倍720毫米焦段，它会开启 AI 数码变焦，也就是 AI 超级变焦。那对比黑卡7的200毫米呢，解析力方面依旧没有什么优势。再说微距的对比，小米呢是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，它是用3.2倍光学镜头直接拍摄微距的，最近对焦距离还有放大比都不错。黑卡7拍摄微距就很一般了，它所有的焦段呢，最近对焦距离还有放大比呢都一般般，所以在拍摄微距方面呢，小米还是有优势的。虽然说这第一组啊，它们颜色的差距非常巨大啊，而且我个人也喜欢小米的颜色。放大焦点部分，解析力也是小米这边的微距效果更好。再说前摄自拍的对比，当然了，前摄指的是手机，黑卡7就是把相机调过来拍就行了，它也有翻转屏幕。从实拍效果上看，手机那边是有美颜的，拍摄出来的人像照片当然很好看了。
黑卡7那边的表现呢，比我想的也要强。当然，这要归功于哥们儿本身长得比较好看，肌肤水嫩，面相温婉，相机本身拍摄效果呢是次要的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啊，当然前摄指的是手机啊，黑卡7那边就是把相机翻过来拍就行了。他们两边的录像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，防抖啊、清晰度啊、颜色呀，这些都很好。颜色方面就是风格方面稍微有一些区别，但是两边的表现都很不错。现在是人像的对比，人像呢，手机用的就是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相机那边呢就是直接拍。虽然说黑卡7那边好像是有人物肤色美颜之类的功能吧，但是我没有开，就是用默认设置。从实拍效果上看，小米那边新加入的大师人像模式啊，拍摄出来的照片确实很精致。那黑卡7那边相对于手机来说呢，就是真实还原效果也是很好的啊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的，因为它很自然。再看宽容度的对比，由于黑卡7是没有超广角的，那咱们直接对比24焦段的主摄就可以了，还能稍微省点事儿。那可以看到小米这边无论是暗部还是亮部，它的细节保留还是比较充分的。但是黑卡7那边亮部还有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已经很糟糕了啊，细节已经没有了。那如果黑卡7用弱格式拍会怎么样呢？咱们打开弱格式调整一下看看啊。打开黑卡7拍摄的弱格式，可以看到它的亮部也是完全过曝的。那这个时候无论是怎么调啊，降低高光啊，降低曝光啊，它的高光部分也都是没有信息的。那这是因为它的弱格式本身就无法捕捉到更强的光线了，所以再怎么调也是没有用的。暗部细节倒是很充分啊，你可以让它更暗一些、更亮一些，这些都随意啊，没有问题。那小米这边的 JPG 它的宽容度调节范围会怎么样呢？啊，打开一张小米拍摄的 JPG， 可以看到它的天空也稍微有些过曝，但是它是有信息的，降低高光，甚至可以把云层都拉出来。而且暗部你想让它变暗一些、变亮一些都随意啊，因为它的照片中本身就包含了这些信息，甭看是 JPG 文件，只要信息有就可以随便调。这是因为手机在拍摄照片的时候用的是多张合成，也就是计算摄影，它可以把不同曝光的照片合成在一张照片里边。别看是 JPG 文件，但是亮部跟暗部的信息还是非常全的。而相机的拍摄不是多张合成，它就是快门打开闭合这一瞬间的过程，它没有多张合成，所以它照片中囊括的亮部跟暗部的信息没有手机这么的充分，就算是弱格式也不行。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啊，用手机你就拿起来就拍就行了，不用琢磨手机的弱格式。现在没有一台手机的弱格式可以明显的强于它的直出 JPG， 但是相机则不同啊，用相机还是踏踏实实的用弱格式比较好。反正你都用相机了，也不怕折腾了，就用弱格式吧。宽容度的测试中，无论是什么场景，无论相机使用什么格式啊，不管是 JPG 还是弱格式，都是手机的表现更优秀。那这点让后面的夜景环节对比呢，给相机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下期黑卡7还要对比一下 vivo 的旗舰。那毕竟黑卡7在解析力方面非常的了得啊，前面大家也看到了。而且下期呢，我会用点测光来进行更精准的曝光测试，看看黑卡7的表现能不能更好一些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那前面宽容度测试对比完了之后啊，黑卡7这边我心里凉了半截儿。那这个场景可以看到黑卡7的亮部确实过曝了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弱格式我也拍了，弱格式的亮部信息还是保留了啊，通过调整之后呢，细节又出来了。再换下一个场景，亮部细节的表现，如果只看 JPG 的话，确实是小米的表现更好。但是黑卡7的弱格式通过微调之后呢，亮部细节稍微好了一些。再换一个有难度的场景，虽然说小米的直出 JPG 拍的也不好看，但是也比黑卡7的 JPG 要强。那小米要想拍得更好看一点呢，可以用夜景模式拍。那黑卡7那边呢，也可以用弱格式拍，拍完再调整。那最终的结果呢，还是小米的夜景模式更好。现在是长焦75端的表现，小米就是 3.2 倍的中长焦镜头，直出 JPG 肯定是小米的强。那黑卡7那边用弱格式拍完之后再调整呢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5倍120毫米的表现也是如此，小米那边直出 JPG 的表现就已经很好了，相机那边需要用弱格式拍摄再调整一下。所以嘛，用手机拿起来就拍就行，用相机踏踏实实的用弱最好。来到昏暗的场景，小米主摄的表现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但是放大看呢，数码处理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，两边的分辨率是差不多的。黑卡7这边噪点稍微多一些，但是这个噪点很有胶片的感觉，是我喜欢的。
现在是长焦75毫米端的表现，放大看的话，小米那边依旧是数码处理的效果很明显，灯光的表现就没有黑卡7的好，而且黑卡7的噪点呢我很喜欢，非常像胶片的感觉。现在是5倍120毫米端的表现啊，黑卡7那边是130毫米。那放大看结果呢，跟前面还是一样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感觉呢？到了极暗环境，从祖传神树开始就要打开手机的夜景模式了，而黑卡7那边是没有夜景模式的啊，只能愣拍。那这个时候在解析力方面，手机的优势可就非常大了。健身器的场景是非常极限的场景，手机的夜景模式表现还是不错的，细节呈现很充分。你看黑卡7那边已经什么都拍不出来了，这就不用放大看细节呈现了，差距非常的明显。黑卡7一边骂着街，一边想起来，哎，我还有闪光灯啊，我可以开闪光灯拍啊。但是闪光灯呢是有距离限制的，你看背景的细节，开了闪光灯它是拍不出来的。而且小米也说，我也有闪光灯啊，我也可以开闪光灯拍呀。这样小米呢可以开闪光灯拍，也可以用夜景模式拍，反正效果是怎么都比黑卡7强。从树林小路的场景开始，黑卡7对焦都有问题了啊，都没法完全对焦了。虽然说它有辅助对焦灯，但是辅助对焦灯是有距离限制的，这么黑的场景，它根本就无法完成正经的拍摄啊，只能打开闪光灯蒙着拍。那小米那边呢，又有夜景模式，又有闪光灯，反正总之极暗环境的拍摄呢，肯定是有夜景模式的手机更好。再看视频录制的对比，用的都是默认设置。那这个环节呢，也就比24端的主摄了，反正黑卡7那边也没有超广角。可以看到防抖方面还是小米的表现更好一些，黑卡7那边的防抖也不错啊，有点运动的感觉，但是确实有些晃。颜色风格的差别也是有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清晰度当然两边都没问题。现在是2倍的表现，防抖方面两边都不错啊，颜色嘛，可能小米的更好一些吧，但是清晰度是黑卡7的更好。现在小米是5倍120毫米端，黑卡7呢是最高倍数200毫米端。因为黑卡7在录像变焦的时候都不显示当前焦段了，所以我直接变焦到最远了。防抖方面嘛，小米的表现还是更好一些，解析力就不用比了，毕竟变焦的倍数在这儿呢。现在小米是10倍240毫米啊，它是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，黑卡7还是200毫米的光学焦段，两边的解析力都非常不错啊，防抖也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是24端夜晚的录像表现，小米这边的暗部细节呈现稍微丰富一些，但是清晰度是没有黑卡7那边的表现好的。现在小米是3.2倍，黑卡那边就是一个差不多的焦段，可以看到防抖啊、清晰度方面啊，都是小米的表现更优秀。现在小米是5倍，黑卡是最高的录像倍数，两边的防抖都还不错，解析力也差不多了。黑卡机的体型相对于手机来说已经是非常小巧的一台相机了。哦，对了，相机上这个小手柄啊是后粘上去的，本来是没有这个小手柄的啊。虽然说黑卡机看起来很小巧，但是镜头伸出来以后呢，还是相当威猛的啊，尤其是调到200毫米端以后。相机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比如说隐藏的 EVF 取景器啊，还有闪光灯啊，这些它都有。相机有的专业操作，它也是该有的都有，比如说 A 档、S 档、M 档、P 档，这些它也是一应俱全的。光圈快门的调节呢，也是比较方便快捷。总体来说，在拍摄体验和使用体验上，它也可以用爽快来形容。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台小相机的。由于机身非常的小巧，它可以随便揣入任何一个口袋里边，拍摄的时候拿出来也非常轻松简单啊。但是你出门还得带手机，所以说要从方便来说呢，肯定还是手机更方便，而且相机的防尘防水也没有手机的表现好。但是看完这期对比呢，可以发现黑卡7在解析力方面还是非常了得的啊，在很多环节呢，对比手机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。那看完这期节目，各位会怎么选择呢？这期中有一些遗憾，咱们下期弥补啊！关注我们，您就能第一时间收看到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更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